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市场出现恐慌型抛售，我们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应对。第二部分，根据我们上周的2次更新，跟大家分享了市场上空头鼎盛的观察，并且给出市场可能的几种走势，其中一种就是恐慌性卖盘的卖出，是空头鼎盛的标志。那么在下周，我们将面对一个非常大可能或者说极大可能的左侧快速上涨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个买点我们该如何抓住？我们该如何计划？那么该如何止损和目标止盈呢？那么请您今天跟我一起来探讨、探寻和研究。那么在视频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再过明天或者后天，我会给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操作强势股转弱。那么特斯拉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的分析。好，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周末复盘。好了，进入今天的周末复盘，可能你看市场上很少有人敢提这个做多或者看多了，因为市场上已被恐慌的情绪所蔓延那我们看到市场的深度，不管我们说这个麦克米兰的 Oscillator 来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数值，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个资金的流动也出现了最大的流出之一。那么我们也看到Money Manager Position，那这些全都是市场恐慌的标志。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AI 的 Sentiment Survey 数据来到了一个极值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 survey 中只有 17% 的牛和 60% 几的熊。那么这已经来到了我们肉眼可见的极度的这么一个恐慌。因为现在的恐慌不光是看熊的人多，看牛的人少，而且是中立的，看不清楚的人也少，因为大部分人就是坚决的看空。注意，这个 survey 是来自于散户的观点和情绪。大家看一看之前几次出现这样低点的时候，6月18，这个4月20号到23号到30号之间，那么这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我们把这几个重要的数据日子记下来。那么再从这一点上，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几个数据。那么其他的几个数据，我们看到 Put Call Ratio 这里那么今天的 Put Call Ratio 也说明了市场上深度和市场上包括 Skewness 还有我们的 CPC 都来到了一个非常 bearish 的情况。那么我把这个网站的数据我也贴给大家。那么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已经是来到了一个极值相对极值。那么恐慌蔓延如果这样的行情还不能叫做恐慌，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行情应该称之为恐慌。这也是我们说空头鼎盛的标志之一。那么已经恐慌出现了以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它的买点和卖点？好，那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关心的 VIX 指数，今天冲上了一个30。那朋友会问了，说为什么这次的下跌 VIX 为什么上不去呢？我给大家分析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空头的仓位非常多且多头仓位非常少的时候， VIX 确实不太容易涨。大家要知道 VIX 来自于什么？我们知道 VIX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计算这个我们可以在 CBOE 的网站上查到。那我在这里呢不做赘述，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 SPX， 也就是指数的期权指数的期权的一个波动率，也就是 Vega。那么这个波动率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由很多期不同时间的期权它价外期权的定价，价外期权的定价也是它的隐含波动率决定的。那么意味着当大家疯狂买入期权的时候，尤其是价外期权的时候，会引发波动率上升，那么 VIX 就会上升。这个 VIX 上升并不一定是下跌的时候恐慌，也可能是这个极度贪婪，大家疯狂的买 call 的时候，也可以把
这个 VIX 顶上去，单边行情疯狂买单边都有可能产生这种 VIX 效应。那么我们说什么时候容易出现 VIX 暴涨呢？是在牛市的快速回调中，很多基金经理不愿意放弃手中的仓位，那么选择不计任何代价的对仓位进行保护和 hedge 来对冲，那么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一个 VIX 暴涨。然而在熊市中，我们可以看到，咱们来看一下熊市中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基金Money Manager 他们的一个仓位是多少呢？只有 29%。你让一个 29% 仓位的这些基金管理人，当然他们也传说中的这种傻钱或者 dump money 去 hedge， 他 hedge 什么呀？他没有那么大欲望去 hedge， 而现在主要是向下突破的时候，是很多这个叫反向 FOMO， 是没有做空的人着急进场做空，和一线有是 29% 的人疯狂的卖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个数据指向了一个极度恐慌。那我们再来看1年和2年的这个，咱们说 DX 网站的地址在我的评论栏。那么 GX 在这个地方也出现了一个1年和2年来的极低值在它出现极低之后是4、5日反弹了一段又下来，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仍然是在极低值的区间，意味着我们现在是空头鼎盛中的鼎盛，也就是空头鼎盛之后出现的恐慌盘效应。那么当下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说，市场处于极度恐慌之中。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喊多少点的人都出来了，2000的都有了，2000、2200、2500、3000、3200，就往低了喊吧。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叫做羊群效应。羊群效应是什么？我们可以在大家如果推荐读物，比如说乌合之众这本书就讲到了群体效应。当你在一个群体中，大家开始不负责任的乱喊，你产生的恐慌情绪的弥漫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当你有多仓的时候，基本上拿不住，因为你拿了之后你极度恐慌，因为你哪怕是指数一想到还有2000点才是目标位，现在还有3700点，还有跌将近一半，你就感觉到非常的害怕。那么你的害怕会体现出很多的不理智行为，比如疯狂的买期权，比如这个时候疯狂的去做反指，比如这个时候疯狂的去做对冲，比如这个时候仓皇卖出自己的手中的头寸，那么这些都会造成指数的进一步下跌和恐慌的进一步蔓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点：深度、广度、情绪、衍生品，全部指向极度恐慌。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该如何寻找我们的买点？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确定性非常强的交易机会呢？我们来看下面的图。好，我们说到空头鼎盛，现在非常恐慌。大家看日线图我们来看日线图上，先看标准普尔。标准普尔这里面今天盘中是来到了之前的一个低点来到了之前低点这个位置上以后，大家看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一个反应，因为之前低点这里是有一些记忆。为什么大家当时在这儿买？肯定是因为这里是认为比较便宜，而且呢空头在这个位置上一定会做出一些平仓的动作，因为到这儿地方不排除双底的可能。所以如果你是空头的话，你会在这里锁利，也会引发一波这个排空，或者说引发一波回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情现在这个位置现在走在这里了。那么这里面出现了反转之后，我们在这期更新了，这是下降趋势，下降破位之后连续出现了3天的这么一个比较强势的这个下跌。那么这个恐慌和杀跌的盘就出来了，恐慌杀跌盘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还没有出现一个买点，是因为什么呢？这里的开口是比较大不像上几次。那么我们后面的买点一定要看到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反转，下周看到强劲的一个反转，比如说
一个带有下影线的这么一个线，或者是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阳线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图。那么这个周线图的话，我们看到 SPX 这里是我们多次强调的，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多次强调很多次了，我们在上期吧，每期周线图都要上。这顶部结构出来了以后啊，周线级别的下跌，下跌之后呢，它的这个底部沉的太快太厉害了，所以它的这个反弹一般来说，周线级别的反弹，它不会像这样之前这一次直接在这儿就形成直接的反弹，或者这个地方像2018年一样，直接就翻上去了。那么这里面的话，大概率要做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就是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这里做一个什么结构上去？这个均线是这样的，做出一个底部的这样的结构出来。这样的结构出来比较利于它至少有一个周线级别反弹。那周线级别反弹至少意味着有几周的时间是阳线，那么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所以现在的话，这个位置上之前这是一个空头炮，到这儿又来到了我们周线上的这个支撑位置周线支撑位置。所以我们从日线和周线上都可以看到，这里距离底部是不远的。而下一周，因为这一周是个光头，不是光头了，是个大阴线，而下一周大概率还会有一相对低的一个低点。那么在相对低的一个低点上，就要观察这个相对低点的一个反应，也就是在3550到3650之间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如果这个位置上弹一下，再进来这个位置上，就要看有没有出现一个急速向上的这么一个可能了。这就是我们要观察一个点的反应。那么我们的目标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呢？我们的目标位置就是在3900点的这个多空分界线。现在的我们的均线大约就是在这个3900，就在3900压制。我们生命线的3900压制，那么再跌一会儿它会向下。那么基本上为什么3900会成为一个牛熊分界线呢？那么这里面是一个成交的密集区，在这个区。那么这个多空线也会来到3900。那么回到我们的小时图上进行一个分析，在小时图上我们画过多次的支撑线，就是之前的这一根，这个没画好啊，画到这里。好，那么这一根线画出来之后，是我们这个关键的这个点位。那么指到多少呢？指到就是3880和3900之间。你这个不能画的那么精确，那么就是在这个区间，我们上次5分钟画的这个区间内也是在这个块内。那么我们的反弹如果能拉到这里，再往下再向上，那么这个地方要对它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那好，5分钟，5分钟的走势在这里好，5分钟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盘整区之后这个盘整区，因为什么？因为它们之间有联系，这个小的，这是大的。那么这里面再进行下跌，这一区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如果这儿再盘整，这里再盘整，形成两个盘整区之后，它的离开这里会形成买点。那么没有的话，这里形成一个我们期待它形成反向中枢，也就是反向的盘整区之后的离开，形成向上，至少有这么一段的走势再配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点位和我们对当下极度恐慌形势的判断，构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交易计划。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小时图上的一个分析。小时图上，现在今天的收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这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家请注意，这一段是 W 底的一个失败，打下来了，这里又是一个盘整区的失败又打下来了。那么这个位置应该要，如果要是底部，它要做新的这个盘整。
来消化这种极其强烈的下跌的一个动能，所以你要消化它这个动能出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的这个我们之前在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上呢一些好，那么上一波操作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11天以前，在技术底上我们在哪天呢？11天以前，11天以前是什么时间呢？就是这个9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市场上底部满足，那之后的话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多头的一个介入。那11号是这个9号是什么？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上来之后呢，我们出现了一个涨幅满足礼拜一之前有一个涨幅满足。那么这个涨幅满足是什么的涨幅满足呢？大家看，其实很简单，就是5分钟上这一波涨幅满足这一波的涨幅满足来到这儿。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大家注意，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不贪就没有问题。一个 W 底的涨幅满足，那么跌破这个 W 底的底部，那还有向下又有一个新的段落的下跌。那么这是整个我们交易的这么一个思路。然后呢，我们又通过其他的观察到现在的是一个空头的鼎盛，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就等待空头鼎盛逆转的那个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整个对市场的一个观察。首先，市场上的情绪来到了恐慌蔓延，甚至于非常恐慌的程度。第二，我们在小级别上已经看到了和大级别有共振的这么一个可能。只要出现新的盘整区再向下，我们就可以在小级别上精确的抓到一个反转的点，而这个反转点将会是比较大的一个反转点，因为这是一个区间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恐慌的地方，空头非常多的情况下，会有很多的空头被挤空。那么上次跟大家说的很简单，就是这个里头最起码的不能在这里追空。我希望我们可以不赚钱，但不能在这个位置上赔钱，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则我觉得今天呢对大盘的这个分析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比较充分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个股环节。这次个股环节呢是在 Discord 中我收集了同学们或者说朋友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在这里面呢有看到收集了几个，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个股方面，第一特斯拉，第二 AMD， 然后呢还有几个动能股，我把这放出来，一个是这个 BKNG Meili， 然后呢 AI Cost AMD Night 特斯拉，基本上主要是大家的问题集中在这几只比较常见的动能股上。首先说特斯拉，我们在上一个视频更新就是这个位置上，就是这个前天9月21号更新，特斯拉出现的是一个假突破，而且特斯拉有一个特点，大家注意，特斯拉是这一波反弹最强劲的股票，反弹的什么呀？这是最强劲的一只股票，一只个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媒体上对特斯拉也是有着各种的渲染能否穿越牛熊各种利好消息，是否金刚不坏。那么上涨的过程中，我们吹它非常容易，没有任何问题。但一旦走弱了，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人说这个地儿要走，或者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大家都是雪中送炭，没有，全是锦上添花。所以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那这下来了，你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交易的核心不是去分析为什么，不是去告诉你为什么涨，或者是给你预测下面该怎么走，而是给出非常明确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包括涨了我们该怎么办，跌了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小众或者说大多数人不太理解交易本质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顶部的头部形态。那么这里头大家可以看非常简单，一次下跌再上涨，一次下跌一次上涨，怎么样？这叫什么？这叫三轮进攻不破，三次进攻不过，这地方形成假突破。假突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假突破以后，我不能判断这地方完全会走坏，
我不能判断这个地方完全走坏，但是我可以判断这里面出现了弱势的一个走势，我们应该马上出去，因为这有将近11块钱的一个下跌，将近2%、3%了，这是个挺大的一个下跌，我们不应该在这恋战，选择出局。这个地方选择出局，为什么？因为这根线上是一个假突破，我选择出局。选择出局之后，因为如果第二天或者是一个阳线反包回去，又形成新的突破，我们再在这里进行买啊。如果跌下来了，我们在这里就应该止损出局，而不是去盯着它忍，或者在这个时候去找特斯拉为什么可以穿越牛熊的原因。为什么特斯拉会下跌？找他这些理由去安慰自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催的是你的钱。所以我跟大家说，面对这样的一个走势，你必须要在这里知道错了该怎么办，而且如果止损止的不对，你要如何去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这3根 K 线非常大的杀伤力，为什么？这3根 K 线直接吃掉了从9月6号到9月20号2周的涨幅。大家看，这是5个工作日，这是5个工作日，也就是这是2周零1个工作日的整个涨幅被3个 K 线一口气就吃掉了。那么由于它跌的特别快速，那你追高的这些犹豫不决的在这顶上买的，他们全部成为了卖压和套牢盘，这个时候就一定会造成非常巨大的恐慌。那么这个地方造成恐慌，我们要看后面的走势。第一，我们注意这个位置上其实是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的。第一，就打到我们紫色带下沿；第二，这里面有一个带量的阳线，是这一波突破以后的一个位置，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守阳线，也就是守阳线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很多筹码在这里是被集中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多方进攻的起点，被空方打到了这个位置以后，这根阳线不能破。为什么？因为下面的吸筹区会被打破了以后，会引发更多的卖盘，那么我们就要看它能不能在0轴附近形成企稳。但是现在的速度极其鼎盛，意味着特斯拉在短期内我们不应该在短期内去做一个多，在这个位置上做多，因为连一个底部的样子和结构都没有，你没法在这里盲目的去做多。所以特斯拉这个位置上我们就不观察了啊。为什么？因为反弹的时候现在是空头鼎盛，排空的时候不用看个股，就看指数，因为大家都涨差不多啊。如果要不然跌就大家都跌，要涨大家都涨，你是差不多的。所以面对这种空头的鼎盛，特斯拉这里很有可能要再做补跌行情，因为没有什么去空了，空头非常少了。那么这个位置上一定要非常小心。那至于买点是什么？走出来买点再说。你看像这种结构，它首先我们买点是什么？空头先是空头走弱形成结构，再出现弱的转强形成多头趋势，多头走到空头又要形成结构，然后空头再到多头，这是一个循环。这里是多头空头减弱，在这里大家看做出结构变成多头强，又做了结构缓变成了空头强，那么还要等它新的结构出现，除非这个地方能快速阳线拉上去。那么快速如果阳线拉上去，我告诉大家我的买点仍然是这根线的突破，我不会是说那我买这能差出好25块钱，差了7%、8%，不，我还会在这里等突破去买，我不会去在这里看似所谓便宜的位置。那么基本面上我觉得特斯拉本身全都是利好消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的估值是偏贵的，这是事实。那么就看资金怎么去解读了。在牛市中，它现在不管是机器人啊，不管是汽车的产能供应各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当然你要说全球政治经济的不稳定，那什么时候都有。公司们也没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炒作你炒作上去了，那卖出你自然也有卖出下来，它都有它的理由。但实质上我们要说，你做长线投资也不用盯着，你就跟它共进退即可。如果你做的是本来我们做的就是交易，那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在这里做的是 trade， 那又何必要在长线的问题上进行纠结呢？
所以这里大家要分清楚你的逻辑是长线投资还是做交易，也就是咱们说的投机。好，那么这是特斯拉。我的投资仓位中必然会有 AMD 是我非常看好和喜欢的一只公司和股票，但是它走势极弱。为什么？因为半导体行业受到加息和经济的冲击非常大。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多同学都拥有 AMD 这只股票。为什么？因为我本身也非常看好，尤其是设计这一块。大家知道 AMD 的公司的基本面是在于半导体的设计，除了个人电脑就是数据中心，它的数据中心业务已经超过了个人电脑业务的这个份额，成为公司主要的成长点。而后面数据中心的业务成长在 40% 到 50%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从基本面上会认为 AMD 整体上是不错，但是我们要说但是它 AMD 给英特尔同时给出了个人消费电脑需求的极大的降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MD 的PE， 这是 PE， 当然这个 PE 呢看起来就比较主观。那么 PE 这些 AMD 走强之后，往往它的低点在30，高点呢在40就是在30和40的这个一波这么一来回震荡。那么现在来到了它的估值低点，但是我们说是因为对成长预期展望的一个下降。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位置上我们是否该买入 AMD 呢？从交易角度来说，没有。我个人也是在85进行了一个80和85进行了买入，这里呢是一个这里是被套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自己对它的保护就是在85的当时这块位置，80、85的时候挂上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零口的一个保护但是零口的保护，即使是我们说卖了个 CC 买了个 put， 也无法完全保护住你整体的下跌。所以零口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说能完全保护你完整下跌的这么一个方法，但是呢，可以极大的降低我的交易成本。除非你是对于 AMD 现在这个状态，除非你是长线投资者，就是看好公司的前景。我个人就是看好 AMD 的前景，我认为 AMD 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吃英特尔的很多份额，在数据中心业务上，它可以维持非常高速的增长。数据中心业务咱们就按 50% 算，50% 的话，增长 40% 到50%，这是可以的。那么它一半，那么成长 20% 总有吧。那么另外一半个人电脑业务，它去年的增长不是多，就只有10%几。那么这10%几假设没有，变成负10%几，那么减少的市场，那贡献多少？负的 5%， 对吧？那么整个公司仍然可以达到 20% 左右的一个盈利情况。所以如果能达到 20% 左右的盈利情况，那么现在当下 P/E28 也不是一个非常贵的数字，确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同时在跟英伟达和英特尔竞争中，AMD 有一个优势，它都处于劣势，就是说在红、绿、蓝三家来说， AMD 在两头都占，但两头都是小份额的情况下，它可以在一个急速萎缩的市场中，通过占有对手的份额而提高自己的盈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管是 PC 业务还是数据中心业务，已经体现出了 AMD 极强的扩张能力。因为英伟达和英特尔，尤其是英特尔，在这段犯的错误其实是非常。那么返回台来，我们说英伟达最近出了一些新的消息，各方面它的走势其实这里面比 AMD 还强。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走出来了一个下跌的一个结构，下跌结构走出来，而且 PE 呢给到40，也是近些年来比较低的一个点。那么44是这个低点，对吧？那我们现在也来到了40多，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估值的低点比咱们这个20年的这个低点还低。那么之前这个18年的低点呢是20，大家想想，那这20的话，你要奔着20多去的话，那它还有一个得到60、70了那得到60、70，那60、70的话，那几乎就是19年的高点了。那么75块钱，那是19年高点。但我不认为说我们要去这种随便喊出70、60，我去吓唬你。但是我能明确告诉你的是，
这个位置上，你如果去做长线投资，你要做好，可能要接受非常长时间或者大规模水下的这么一个可能。它毕竟是一个弱势的股票。那么特斯拉、AMD 我们都说完了，那么还有几个朋友呢讲这个啊，比如说我特别想讲这个 ENPH 啊 ，ENPH 这种股票呢，大家看跟特斯拉特别像，太阳能的领导者，强势大强势啊，就当然估值是贼贵了，这个不用讲。那么我们从交易的角度来说，大家注意，这里是一个上涨趋势的一个盘整，它的整体走势跟特斯拉这个特别像。大家看，你看跟特斯拉这整个是不是特别像？那么这个位置上，它和特斯拉唯一区别是，特斯拉直接在这个平台区啊，就平台区已经达到平台区，但是它现在是在平台区形成了一个反弹的这个反应。但是我想问大家，我们要做交易怎么办？非常简单，在平台区守着，只要跌破了平台区，我们就果断的选择离场。只要能在这儿形成反弹盘整住，它还有向上炒作的可能。那么我们这就要体现跟大家分享股票的特性。有些股票呢就是这种啊，咱们说的游资控盘，游资控盘的股票就是容易有高波动。那么散户游资参与多的就是波动高，而价值投资者呢，他就不太容易卖。但这个位置肯定不是价值投资者在这里拉抬，所以你要在这个位置上守住274就可以。还有呢，大家就分享的是这两个股票我不再讲了 ，BKNG 和 MEMI， 是因为这个两只股票太弱了。我看了一眼之后，这种弱势的动能股，只有在炒一些有题材的时候，大家会把它炒上去。你作为一个，如果现在左侧交易在下跌非常厉害的时候，一定寻找的是一个优质资产。那么这些动能股都不是优质资产，没有什么护城河。我之前在前面大家可以翻我的视频，去讲如何寻找优质资产。那优质资产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中化 Snow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说两句。那么 Snow 的话是云股中是比较强的，那么生化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板块。IBB 跌破这盘整区，又跌进来了，这里是一个完全走弱的一个状态。那么生化也是，我们等到它，比如说你看这个里头啊，其实这个是小恒化也来到这里，它这里有一个什么小的一个下影线，如果能有一个阳线，那这个 ABC 其实走完了，也可以试试啊，也可以试试。那么 Snow 作为我们的一个强势的云股，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走势啊。当然你可以说这里可能是一个什么熊旗，对吧？你可以判断成一个熊旗，那就看你怎么看了。这里是个熊旗，对吧？你这熊旗，那么大概率还是要跌下来嘛，对吧？但是我还不这么看，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盘整啊，这里是一个强势盘整。那么你可以这样做强势盘整，这也可以做强势盘整。那么你看你怎么去判断？那你当然是这种结构，或者说这是熊旗，那就是可以看。但是如果我做的话，我认为这个 Snow 走的不弱，我会在这里形成第一道防线，170形成第一道防线。而且比较好做。第二个呢，就150形成第二个防线。你可以在170的地方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跌破了，就150再试试。150这个地方再跌破了，那止损就完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两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个 Snow 整体上并不是非常差，不是非常差。所以在紫色带这个纠结嘛，跌破就止损好了，对吧？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首先还是要专注于指数的交易，因为现在是这种指数比较弱，指数在恐慌杀盘的时候，你第一波推上来的话，大家都是排空一起涨，不需要去选股的啊。所以呢，我们个股今天也分析到这里。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啊，跟大家都分享了。我希望呢，大家如果觉得内容我们的频道对您有帮助，请您给我点赞、分享、转发，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希望在这么困难的行情中，我能为您做点什么。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您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
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